哎呀，惨了惨了！我最喜欢的、最经常来的一个营地关闭了哎！现在什么情况啊？看一看，关闭了哇！这临时关闭的话，最近这熊比较活跃，熊比较多，活动频繁了，临时性的关闭到至少要到8月25号。哦，惨了！因为这个营地靠着一条河边嘛，很近，你就可以下河去玩，所以我是最喜欢这个营地的，经常来的。现在被熊占了，惨喽！哎，好吧，只能去别的地方了，继续往山里边走。这条路继续往山里边走的话，还有其他的营地，还有不少营地呢。我们现在来到了另一处营地啊，往山里边走，这还有一处营地，叫做巨石营地啊，大石头、大岩石。这个营地，前几年来过，有一年秋天看枫叶的时候啊，也是下边那个营地满员了，没有位置了，所以就继续往山里边走，然后找到了这个营地啊。当时也是只剩最后一个位置了，被我发现了。到了秋天，这条路看枫叶是非常漂亮的啊，在纽汉舍地区是最有名的一条赏枫的道路啊。到秋天的时候，我们会拍给大家看。好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岩石营地啊，巨石营地找到一个位置了，给大家介绍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它现在这里也是熊比较活跃的区域，不过这个地方没有关闭，是吧？它是要求你把食物要存放好了啊，因为这个熊这边的熊都是黑熊，一般黑熊相对体积小一点啊，性格温和一点，不太会主动攻击人啊，所以你不要用好吃的引诱它就好，是吧？熊会出来找东西吃。那大家看这个大箱子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人家放食物的，是吧？把它锁上锁上。这样锁上的话，你吃剩下的东西放到这里边，这个熊就打不开，拿不出来了啊。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危险了啊。所以，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是吧？只要大家别把这个食品好吃的放到外边啊，让它闻到了，它来找吃的那就麻烦了。你要是放在你的帐篷里边的话，它可能就冲进来了，到你的帐篷里边找吃的了。对，大家看，这有一个大石头，这不知道哪来的，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岩石啊，所以这个大岩石营地、巨石营地就从这个名字就从这儿来的，是吧？看一下，到了，好，帐篷已经搭好了啊。之前有这个网友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说，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露营需要哪些装备，是吧？恰好呢，借今天这个机会，就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啊。先说一下这个帐篷一个功能上的分类哈。帐篷呢有按季节来分的话它是有4季帐，有3季帐，还有单季帐啊。像我这个呢就是属于4季帐啊。大家看一下这个侧裙哈。这个帐篷的侧裙它是一直拖到地上的啊，就是可以这样的话，冬季可以更好的保暖啊。当然，这个侧裙是边缘下面可以卷起来的哈，卷起来的话，就是说夏天它会通风透气更好一些，是吧？更凉快一点。像我之前在视频当中介绍的另外2个帐篷呢，一个就是3季帐，3季帐呢，它那个外帐的话就没有垂到地上，但是也是比较低的，离地大概有1尺左右的样子，是吧？保暖性也是比较好的啊。另外呢，就是那个快搭帐篷，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夏季帐篷啊。当然，你春秋用的话，勉勉强强你也可以用啊，但是你内部的保温设施，你的睡垫啊、睡袋啊要做好，要厚一些的话，它也可以用啊，但是冬天是绝对不行的。
那我在上面又搭了一个遮阳棚。我们这个雨搭的搭法一般是这样，它这个是一个六角形的，那有的是四方形的哈，四方形的也没有关系，也可以，但四方形的一般来讲它也是长方形吧，比较长那个边，它中间会有两个孔，也是你可以穿绳，实际上也是相当于6个点拉紧。那么6个点为什么要6个点？有什么好处？就是你可以把它搭成一个像屋檐形的，像我这个就是中间最长这一条线上哈，是拉的是最高的，就相当于屋脊啊。那侧面的话，就低下来，低下来的话，有的你可以系到树上，有的甚至可以系到地上。像我这个角那个树不太有点远够不到，我就打了地钉，直接拉到地上都是可以的啊。这样有什么好处？就是它不会积水。真的下雨的话，大家看这个斜坡的话，这个雨水会完全顺着它流下来。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是四角形的，如果是4个点拉的话，那你绷得再紧，它也是中间会凹陷下去，是吧？它是天然形成的，你4个角拉起来，中间会凹陷。如果一下雨的话，它就会积水，水越积越多，非常重，会把你这个棚子压塌的。所以千万不能四角形的，不能直搭，是吧？你如果实在没有6个点可以固定的话，那你4个点固定，你一定要把它拉成一个斜坡，就是一面高一面低，这样倾斜的，这样它不会积水啊。下雨天你在雨搭下面这个棚下面，你可以坐一下，是吧？拿张椅子坐在下面你不用一定非得待在帐篷里边外边会比较凉快，坐在下面不会被淋湿。接下来说帐篷里边有的帐篷就是要睡觉嘛，睡觉的时候我们上次介绍过就是里边呢也是要有一层这个保温隔热设备会比较好一些这个我们用了一个这种它这个是属于一种急救毯，实际上是多功能的。我说这个是5层合成的，是吧？5层合成的呢，它就保温隔热性能比较好。另外也是保护你这个帐篷底部，你不要直接踩在上面好，那么就是睡袋我那个角落里放的一个是睡袋一个是气垫，一个小的充气垫这个气垫呢，我之前有给大家讲过那么睡袋也是一样是分季节的。那么这个气垫呢，它是有它的 R 值，就是它的保温性能怎么样呢？看它的 R 值就不再重复了当然每个人的耐寒性这个能力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同一个 R 值可能不同人的感受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冷，有的人不冷那么睡袋呢也是有温标的实际上它也是分季节的，有4季的，有3季的，夏季的。通常来讲它有一个温标，就是它的舒适温度是多少度，它的极限温度是多少度。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夏季常用的可能舒适温度10几度、20度，因为夜间嘛会比较凉，是吧？尤其山里边10几度，那么它的极限温度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下，是吧？5度这样的那这个就比较好。那么我之前提到这个地布大家看一下，实际上这个地布还是有一个小窍门，怎么选的专业的地布其实它会比帐篷要短一点点，每边它要短1寸为什么？大家想为什么不是长1寸为什么会短1寸因为你长出来看起来好像保护的更好一些，但实际上呢如果一旦下雨的话它会积水，就是你雨水顺着帐篷的侧壁流下来，恰好在你的地部和帐篷的底之间呢这个缝隙它会顺着那个缝淌进去，所以呢反而破坏你的帐篷底，影响你帐篷底的这个性能，就是它容易让它透水进去，因为水聚集多了嘛，时间长了一直泡在水里就容易透进去，或者至少它会湿掉所以帐篷底实际上是要略短一点点的话，它雨水顺着帐篷会淌到外边的地上，它不会在你那个缝隙之间流进去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让前面有一块干净的地方铺上地布，可以坐在地下，那是另外铺一块可以但是下雨或者睡觉前你可以把它收起来当然还要有枕头现在有的睡垫那种
自充气睡垫它是带枕头的啊，我今天带的就是那样的。有的是没有的，没有的你就想办法要准备，用什么东西当枕头啊？当然现在也有那种独立的充气枕头啊，也很方便，叠起来一个拳头大。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帐篷里边你要有照明设备啊，我们一般手电筒啊，或者是那种营灯，有专门卖的营灯，就是可以挂起来的啊。吊在帐篷的顶部的，这样在你睡觉之前，因为它，大多数的这种，营地它是没有电的，在你睡觉之前有一段时间，天黑了以后，你是需要有一个照明的，对吧？啊，那手电呐、营灯啊这种东西是要有的，这些是必须有的东西。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吃的，啊，吃的你可以在外边买着吃，也可以，点篝火啊，做烧烤啊。或者是带一点这个野外的炊具啊来做啊。那这个炊具呢，我们有一集介绍过这个一些炉头啊和气罐啊这些设施，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啊。主要这些东西，再给大家聊一下哈，就是有的人说是不是用那种 RV 营车舒服一点，安全一些啊？那是这样，但是呢，我是不喜欢的啊。因为出来露营嘛，就是接触大自然，是吧？那个营车呢，它是有一种家的感觉啊，当然更安全舒适了。但是如果你完全追求那种太多的舒适性的话，和家一样的感觉，那还不如待在家里呢。对我来说，是吧？既然到外边到野外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自然一点啊，简单一点的好。太多的这种现代的设备。我个人目前是不太喜欢啊，人有的时候是需要简单一点的生活啊，更好一些啊。在这种环境下，我觉得自己反而更能够静下来就跟大家聊这些啊。今天就是系统的介绍了一些露营需要哪些设备啊，希望能够满足网友的要求。